晶圆代工最后呢，台积电一枝独秀，海力士在这些年当中啊，不断的上挺前进，也告诉大家，整个市场竞争啊，最后只有一个法则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这个礼拜的单元，我们要完整的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台积电的未来跟台湾的未来。我相信这一段时间啊，从10月17号到今天为止，台股慢慢的往上走，这当中啊，最重要的源头是来自台积电。在17号的台积电法说会当中，我们看到魏哲家董事长他突然蹦出一句话来，他说未来5年会好到爆。那这句话呢，大家可以稍微推估一下，在一般的上市柜公司的法说会当中，通常来讲，他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大致上呢都比较平稳。那么在这一次台积电法说会当中，魏哲家董事长他透露了未来5年会好到爆。你知道吗？财讯双周刊今年50岁了，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加入后，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，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。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，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。我相信这句话呢，如果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呢，他一定不敢这样讲。今天大家把它记下来，这是未来再看台湾或看台积电呢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在这个线索当中啊，大家也可以稍微回顾一下，台积电2度上修财测，而且这当中啊，台积电的毛利率呢达到 57.8%。未来呢，它如果到 59% 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一定会让台积电更要上一层楼。大家也可以稍微回顾一下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呢，市场上大家都在唱衰台湾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地缘政治当中啊，从2020年之后呢，那么经济学人不断的在示警说台湾是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，在后面上用战斗的场面这种场景，其实也把世界都吓坏了。这个吓坏的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大家频频唱衰台湾的时候呢，有几个重要的论述。你看到彭博在讲中国侵略台湾，那美国会派最后一架飞机把台积电的工程师撤离。那 Intel 的 Gil Singer 呢在讲，他说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岌岌可危，更多企业应该在欧美设厂。高盛也讲，台积电面临6大风险。那台湾呢有众多统派媒体，他们在讲台积电的海外设厂是掏空台湾，然后呢，台积电叫做美积电。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想，他说台积电的海外设厂一定会吃掉大笔的折旧，台积电毛利率一定会大幅下滑，甚至有人直言台积电会是日本另外一家 Toshiba。但是这些话，其实在魏哲家董事长的法说会当中啊，他已经给大家打脸了。为什么呢？台积电的毛利率从 53.1%。现在到了 57.8%， 如果再到 59%， 那我相信台积电会要上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。这当中啊，大家要从这里面啊看到一些端倪。一方面，台积电第3季的税后净利 3252.6， EPS 呢 12.54 元，前3季到 7985.88， 那么 30.8 元的 EPS。好，这个毛利率拉高的，营业利 47.5%。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大家可以推估。大致上，台积电前3季在8000亿附近，如果它到第4季能够赚3500亿以上，大致上就在 1.15 兆。台积电在2022年的时候呢，它最高它的税后净利是 1.065 兆。那今年呢，台积电一定会再创历史新高。这个是我把各个季度的台积电的税后净利呢完整做一个汇总。那么我们看到2020年第1季的时候呢，台积电的 EPS 啊4.5块，然后呢第2季 4.66， 第3季 5.3 到 5.61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呢一季跑到 12.34 的时候呢，也代表台积电今年的 EPS 大致上它会落在44到45块之间。乘上25倍的本益比，大致上它的区间啊可能会落在1000到1250之间。那如果明年呢，它能够更要上一层楼到50到60的时候呢，那我相信它可能会慢慢从1500的角度呢来挑战。
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的路径啊，其实非常的鲜明。而这当中啊，魏哲家董事长告诉大家，现在 AI 的需求是真的哈，所以台积电它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。魏哲家的看法以外，我们看到侯永清跟张小强2位副总，他也特别提到，半导体的黄金时刻已经到。2030年呢，全球的产值上看1兆美元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把魏哲家的观点稍微看一下。他说 ，AI 需求正要开始，未来5年台积电好到爆。台积电的全球战略当中啊，包括美国的亚利桑那厂，2027年它会全面量产，今年已经开始试产。熊本1厂开始已经量产，2厂呢在明年。德洛斯登呢，2027年量产，那这个也可以看出来，台积电现在的全球战略非常的稳健。我在行政院的经济顾问会议当中，我也遇到刘德英前董事长，那我特别问他亚利桑那厂的状况，他非常肯定的告诉我，他说台积电的这个亚利桑那厂良率很高，而且工人的学习曲线呢非常的快速，他对美国厂未来的发展非常的乐观。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啊看到台积电未来发展的路径。股价到了1100块高点，那到1100之后呢，它回档修正整理，大致上呢，这也告诉大家，在这一轮台股从24416点回档之后呢，台积电是第一档真正重量级的股票，能够再创历史新高的个股。我相信它领衔台股的角色呢非常的重要。张习在最近告诉大家，他说 AI 会给台湾带来未来3年的荣景，这3年荣景，他认为大家不要过度在乎短线的高档，他认为台积电呢长线仍然可圈可点。我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的未来。我相信我们在这100年当中啊，这个世界大概走过了3个阶段。这个3个阶段当中啊，大家可以理解，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到第2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是海上的霸权的国家。在1941年的12月7号，在3分56呢，他决定偷袭美国的珍珠港。美国在珍珠港受到重创之后呢，美国用举国之力在佛罗里达造舰，然后呢，很快的速度呢，美国制造的航母开始追上了日本。到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，美国破解了日本的战略，然后呢，一口气打掉日本4艘航母。那个时候呢，昌隆号、加贺号都在日本赫赫有名。但是从中途岛之后呢，日本在海权的扩张的力量呢，从此受到很大的压抑，美国成为全球的霸主。而到1945年，美国打赢了世界大战，这是在2战前后，大家可以看到钢铁力代表国力。到1970年代之后呢，石油成为跨世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武器。有人在讲，谁掌握了石油，谁就掌握了全世界。那这当中啊，最具代表性是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公司呢，你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，它的市值啊在2兆4300亿呢，它正式超过了苹果，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企业。这个时候也告诉大家，这个在石油世代。在这个石油世代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回顾一下现在的 Aramco 的股价呢，剩下1兆7400亿美元，苹果已经跑到3兆6260亿美元了。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另外一个新的启发，也告诉大家，从过去的石油的时代呢，现在进入到矽的时代，就半导体主导未来的时代。这当中啊，未来有2家公司非常具有关键的。一个是黄仁勋呢，他所领衔的未来的 AI 的革命，他的 AI 晶片呢，现在会成为全世界兵家必争的焦点。我们来看，在过去这段时间，台湾的外销接单啊，到了9月的时候呢，537.9，这是今年第3个月呢，外销接单超过的500亿美元。我们可以稍微看看上一次12月最高679。现在慢慢回复啊，这个回复当中啊，除了半导体以外呢，现在的 AI 的订单它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到了9月以后呢，台湾的电子产品、资通讯都开始出现显著的成长，这个是 AI 时代所带来的一个新的台湾的助力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整个台湾的产业发展当中，资通讯所扮演的角色呢，一定会越来越重要。现在全球前3大
市值的公司啊，大师呢可以看到，从 Apple 开始到了 Nvidia、Microsoft， 那这3家公司啊，他们的市值其实已经超过10兆美元。大家可以知道，全中国、深圳、上海、香港加起来12.9兆。这个时候呢，半导体所涵盖的未来的世界，其实它非常的彰显，也包括从 TSMC、Broadcom、艾斯摩尔到三星的发展，现在值得大家高度拭目以待。我们也看到，这个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的得主，那么他们不断的告诉大家，在未来的经济发展，其实体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们来回头看一下，台积电在这一轮的竞赛当中啊，第一个呢，台积电的股价往前走，三星呢现在的股价呢从88800韩元呢，现在掉到57100，三星的大跌，其实现在三星的市值大概剩下2500亿左右，而台积电在1兆，所以三星现在剩下台积电的1/4。那各位要知道，过去台积电跟三星啊是平起平坐，现在呢台积电超越了三星。另外一个呢 ，Intel 呢现在不断的在下滑，你可以看到 Intel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呢，它的股价到69.29，那么现在最惨掉到18块6毛4，市值呢剩下795亿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台积电过了1兆了，那 Intel 呢连1000亿都没有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经济学人在讲，他要把一个 shrinkage 啊用在 Intel 上面哈，这个大概就对他来讲，它的市值不断的在缩水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Intel 未来到底会何去何从。最近魏哲家有人问到他会不会收购 Intel， 那魏哲家跟他讲绝对不会哦，这是给市场上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记忆体的这个整个发展，大家看到海力士呢现在谷底翻身，这一次他西半飞达跟台积电呢共同对付三星，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。海力士的翻身呢，股价呢，它从73100，那么涨到248500，这个都告诉大家，晶圆代工最后呢，台积电一枝独秀。而在另外一边呢，在DRAM，台湾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南亚科、华邦电，甚至包括快闪记忆体的旺宏，这几年的竞赛当中啊，台湾并没有突破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大家对海力士在这些年当中啊，不断的上挺前进，也告诉大家，整个市场竞争啊，最后只有一个法则，你不断的要突破你的技术门槛，不断的力争上游，能够打败对手，把竞争力呢做到世界第一。我相信台积电办到了，海力士呢在 HBM 它也办到了，台湾呢在这一轮竞赛当中，台积电对台湾会带来非常大的助力。魏哲家先生讲，未来5年好到爆，也告诉大家，台湾未来5年不会太差。过去呢，大家拼量产、卸价战争啊，这样的时代结束了。未来如果找到利基型的产品，在技术上能够领航前进，我相信这是企业未来最关键核心的焦点。老谢开讲，今天报告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。下周同一时间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